长期以来，美国陆军在枪械上一直是以不接受外国武器而闻名的。毕竟那可是人均持枪 1.2 支，有着约翰·勃朗宁、尤金·斯图纳这样的优秀枪械工程师的国度，想让美国军队采购外国货，那是门儿也没有。但比利时人却不信这个邪。比利时艾弗恩公司曾经多次挑战美国枪械制造业的权威，并最终打破壁垒，以高超的设计和制造水平赢得了美国军队的一致好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国枪械界的破壁者，比利时的工业奇迹，小口径机枪的典范，两面都能插的神奇半用机枪艾弗恩米尼米的传奇故事。我们今天的主角米尼米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它结构紧凑，坚固耐用，火力凶猛，可以说是过去半个世纪里最成功的枪械之一。迄今为止，艾弗恩米尼米已经被70多个国家采用。作为一个比利时设计生产的武器，它甚至突破重围，成功获得了美国武装部队的青睐，成为了美军的标准班用机枪，并伴随现代化的美军出现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大小冲突中，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对我们以前的节目有印象的朋友，或许还记得美军在枪械方面的思路一直有些奇怪。二战期间，美军步兵班的基本装备是 M1918 勃朗宁自动步枪，再加上 M1 加兰德。以这样的配置对上德军的 MG42 加 98K 的组合，其实算不上吃亏。但问题是，美军一路把这套配置用到了50年代末。当时的欧美并不是造不出来可用的自动武器，但在子弹的选择上，以美国陆军为首的一批军官钻了牛角尖。你们欧洲的那些小口径弹能穿透苏联超人的钢筋铁骨吗？步枪一定要用全位地弹打出去才有劲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推出了 M14 战斗步枪和 M60 通用机枪的搭配方案。当时他们觉得这两把枪简直是完美，虽然稍微沉了点，尺寸也稍微大了点，但每一个美国大兵都拥有了 BR 级别的自动武器，每个步兵班又有至少一挺 M60， 再背几根巴祖卡，就这火力放到二战，能把德国国防军打得妈都不认识。最重要的是，不管是 M60 还是 M14， 发射的都是相同的 7.62 毫米子弹，而且不是苏联人那种软弱的 7.62×39， 而是真真正正的全位地弹，这就让美国人感到非常满意。但问题是 7.62 北约弹药威力虽大，却并不适合自动武器。五角大楼极度高估了美军士兵的体质，觉得美国大兵人均变种人，能够扛着10公斤重的 M60， 扛着200发弹链的情况下，在丛林中和越南游击队干上一整天。在越战中被现实打脸的美军迅速调转方向，转而使用小口径突击步枪，也就是 5.56 毫米的 M16。 5.56 毫米子弹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的重量只有 7.62 北约弹的一半，这意味着在同等的负荷下，美军士兵可以携带双倍的子弹进入战斗。其次， 5.56 毫米在全自动射击过程中比 7.62 要稳定得多，对士兵的肩膀十分友好。此外， 5.56 毫米的 M193 弹丸质量轻，导致子弹在命中目标时经常发生碎裂，导致 5.56 虽然射程不行，对付掩体后的目标也不够近，但对付软目标足够了，而且还有概率打出暴击。1977年 5.56×45 毫米北约子弹被称为 7.62 毫米子弹的替代品。差不多到80年代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欧美国家要么已经换装了 5.56， 要么就是在换装 5.56 的路上。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枪击的子弹问题。德军在二战中已经证明了让步枪手和机枪手通用同一种子弹是非常有价值的， 5.56 也已经证明了它的能力。但你如果说要把机枪也改成小口径，即使是今天也会有一大批人站出来反对这个想法。1968年，美国陆军启动了陆军轻武器计划，探索把 5.56 毫米子弹用作新型轻机枪的弹药的可能性，但计划是有了，资金却没到位。由于反对声音太大，陆军轻武器计划连个启动资金都没有，更别提进行实际研究了。传统派的想法我们其实也能理解，班用机枪它毕竟是一个支援武器，在射程、穿透力和威力方面应该比步枪要更强，才能为步兵小组提供充足的火力掩护，而只有又粗又长的全位地弹才能满足这一要求。然而苏联人用 AK 改装的 PRK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确实表明即使是中型子弹也可以当作班组支援武器来用，重型枪管可以优化子弹的性能，让步兵小队获得源源不断的火力输出。另外，在60年代初，尤金·斯通纳设计的斯通纳63，凭借其重量轻、载弹量大的特点，给海军陆战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由于结构复杂、维护要求高，最终只有小规模装备，并且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20世纪70年代，5.56毫米轻机枪开始在欧洲流行，许多国家开始设计和生产此类机枪。例如1974年，西班牙塞特麦就生产了弹电供弹的5.56毫米阿梅利机枪。虽然它看上去像是 MG42 的精神续作，但除了外形比较像之外，别的地方其实非常不同。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5.56毫米轻机枪，包括新加坡的5D100以及英国的 IC80 LSW 等。这些机枪的性能有好有坏，但总的来说却没有获得商业上的广泛成功。真正把班用支援轻机枪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的，还得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比利时艾芬公司的传奇轻机枪艾芬米尼米。关于米尼米，其实有2条不同的故事线，一条故事线是原始的艾芬米尼米，另一条则是受到美国影响之后出现的 M249 SAW。我们先从最初的米尼米说起。当艾芬开发研究米尼米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艾芬 MAG 7.62毫米通用机枪已经在北约各国打响了名号。和艾芬 AL 一样，艾芬 MAG 被全球的80多个国家采用。70年代初，艾芬首席设计师欧内斯特·维尔维耶开始设计制造 5.56毫米的武器。顺带说一句，维尔维耶设计的艾芬 MAG 平均连续射击2900发才会出现一次卡顿，6400发才会出现一次顶箭失效，是 M60 的近4倍。维尔维耶的艾芬的设计生成水平想必不用我们多介绍了。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把现有的艾芬 AL 改成 5.56 的，其结果就是艾芬 CL 突击步枪。但他们改着改着就发现，艾芬虽然在轻武器界也是屁股上挂暖壶，有一定的水平，但问题是他们不管怎么改，也不可能撼动 AR 系列步枪在市场上的地位。因此，在艾芬 CL 基本失败之后，维尔维耶的团队准备发力新赛道，改换新打法，抓住用户痛点，通过对过往案例的成功复用，抢占市场空白，从而实现新产品的价值转化。通俗点说呢，就是维尔维耶设计的那个艾芬 MAG 卖的挺好的，所以他们准备搓一挺机枪。1970年左右，维尔维耶的团队坐在比利时艾芬公司的黑板前，开始设计一种新型的轻机枪。他们的目标是设计出一种比 MAG 通用机枪更轻便、更便携的枪，它必须一个人就能操作，因此它的重量和体积不能太大，还必须要解决诸如供弹、握持和行军等问题。此外，他们还想用这种武器来增加步兵小队的射程和火力，扮演类似 BAR 那样的职责。但 MAG 对于这个任务来说太笨重。之后就是枪管问题，既然用了 5.56 毫米子弹，在火力密度上肯定是要上一个台阶的。但射速太快，枪管能不能顶得住，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有些班用轻机枪，例如苏联人的 RPK， 就采用了固定枪管，以简化生产和维护。但 RPK 的持续射击能力极其有限，枪管很快就会过热。此外还有支架等配件的问题，而作为轻机枪，米尼米显然需要一个整体式的两脚架，方便单兵使用，也需要方便稳定的三脚架，让它能够部署在载具上或者是阵地里。而最重要的是，这把机枪必须让全世界相信 5.56 毫米子弹完全可以胜任前线机枪子弹的任务。关于艾芬米尼米在比利时的开发细节，我们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为了把它打造成一挺优秀的轻机枪，艾芬公司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米尼米的原型于1974年问世，但花费了8年的时间进行改进，才最终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使用。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事情就有些有趣了。1970年，美国陆军正式批准了班用轻机枪的研究，这个计划名为班用自动武器。接到任务的美国军械部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新武器的口径。最初，阿伯丁为新型班用机枪选择了6x45毫米子弹，这种子弹源自.233雷明顿，和 5.56x45北约弹同门，因为其装药少、精准度高，在美国民间射击运动的圈子里很受欢迎。当时管理雷明顿定制商店的雷姆·斯特克尔，在1973年的国际卧式射击协会200码比赛中创下了 7.8 毫米的纪录。在美国的 SAW 竞标期间，出现了3款6毫米的轻机枪，分别是 XM233、XM234 和 XM235。1974年的第一阶段评估结束以后，只有 XM235 幸存了下来。这个时候，美国陆军也发现，如果要改口径，那最好就全改，不痛不痒的加那么0点几毫米，除了给后勤上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以外，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优势。这样一来，竞争的对手就变成代号 XM249 的米尼米，代号 XM262 的 HK23 轻机枪，以及 XM235 的 5.56 毫米变形 XM238。虽然后面这2把枪也都挺有趣的，但我们还是重点来看看米尼米。在早期版本中，米尼米和艾芬 MAG 非常相似。结构上，米尼米采用带有调节器的气体传动系统，有利于散热的开膛待机。
不挑子弹的长行程活塞系统以及可靠的3/2旋转枪栓锁定。顺便说一句，米尼米的枪栓结构与卡拉什尼科夫的设计非常相似，毫无疑问是受到了 AK 上枪栓系统的启发。而在外观方面，米尼米配有木质枪托和塑料手枪式握把，一个大型通风潜护幕包裹着导气管和大部分枪管，两脚架上也钻了孔，以减轻机枪的整体重量。现在的米尼米很好，但还不足以让它赢得 ICW 竞赛。1977年，经过不断的创新和改进，米尼米已经比较接近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通风隔热罩被实心护幕取代，两脚架改用管状的两段式设计，枪管快速更换手柄更纤细，穿孔罩门更靠近操作员的眼睛，采用更简单的开槽枪口支推器等等。最重要的是，米尼米现在拥有双路供弹机制，不仅可以使用弹链，还可以使用标准的 5.56 毫米步枪弹匣，和 M16 步枪完全同用。该系统真正巧妙之处在于，当装上弹链的时候，弹匣槽会被挡住，而当装上弹匣时，弹链槽会被挡住。实际上，米尼米的用户可以在弹匣和弹链之间无缝切换，无需对武器进行任何改造，这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战术灵活性。这一特色让它在 ICW 竞赛中取得了极大的优势。1979年4月，美国开始对4种 ICW 候选产品进行测试，一个是 XM106，大家看图呢也能看出来，它本质上就是换装重型枪管，在护幕上绑了一个两脚架的 M16A1， 它的扩容弹匣甚至是用胶带粘的。我们也不太清楚美国人是基于什么目的，把这种充满了兽人感觉的玩意儿也加进来的。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海军陆战队特别讨厌弹链供弹的枪，所以强烈要求加入 XM106。另一个是 XM248， 零件比 M60 少了 40%， 可维护性很好，比较受一部分陆军军官欢迎。但问题是，它为了追求精度，大幅牺牲了射速，只有每分钟500发，还不如上面那位 XM106。另外，在陆军的指导下，福特航空对 XM235 进行了一系列改进，但不知为何可靠性却变得很差。接下来是 HK 的 XM262， 它和其他参赛者的区别在于，它是 B 趟代级的，从原理上来说可靠性更好，而且有了接近狙击步枪的准确度。最后呢，则是 FN 米尼米，它神奇的双路供弹系统把陆军的老爷们迷得不要不要的。最后测试结果下来，米尼米第一， XM262第二，剩下两个手拉手出局。1980年5月，五角大楼宣布 XM249 获胜，并将标准化为 M249。2003年，美国陆军魔鬼特遣队联合兵种评估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标题为2003年4月至5月阿富汗现代战时的徒步作战负荷。这份幻灯片长达46页，系统地研究了美国不同职责的步兵在战斗中携带的各种物品，尤其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情况，而 M249 自然也在其中。一个典型的 M249 机枪手将手持一把装填了100发弹链的 M249 SAW， 背负700发备用子弹，一个备用枪管以及一套 M249 的养护工具，行军时背负的重量平均在111磅，也就是50公斤左右，和步枪兵基本相当。这就体现了 M249 的第一个优势，那就是重量轻，机动性好。米尼米的重量和尺寸以及弹药都足够便携，美国大兵抱着它基本上等于抱着2把 M16A2， 相比 M60 来说减重了 30% 以上。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 M249 使用 5.56 毫米小口径子弹带来的好处。米尼米的尺寸和重量使得美军机枪兵能够进入建筑物作战。一般来说，门的标准宽度在 0.9 米左右。一些型号的米尼米，例如 M249 伞兵版或者是 M249 SPW 等，长度和 M4 卡宾枪类似，甚至可以直接横着穿过这样的门，这赋予了它在建筑内部自由移动的机动性，允许美国大兵使用 M249 底肩射击，逐个房间清除内部的敌人。不过，大家也不要认为米尼米是步枪那样的轻武器。前面提到了伊拉克战争报告指出，阿富汗的平均任务持续时间为48到72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携带并操作一支重达8公斤的武器，即使有休息的时间，士兵的肌肉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更不用说机枪兵在行军期间要背负总重50公斤左右的装备了。不过，至少美国大兵应该庆幸，他们使用的是小口径子弹。前面我们提到过 M249 和美军步枪兵使用相同的 5.56 毫米步枪弹，这就带来了非常卓越的后勤优势。而且 5.56 的重量更轻，美军小队中的每个步枪兵都可以为机枪手携带一条弹垫。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M249 特色的双路供弹，也可以直接从步枪兵手里拾取备用弹匣应急。这意味着，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M249 也可以保持充分的火力输出。
根据德军的经验，在一个步兵班里，机枪手的火力的持续性是最重要的，而 M249 ICW 是步兵班中唯一的全自动武器，责任不可谓不大。第一批卖给美军的米尼米或者说 M249 是在比利时制造的，因为当时的 F1正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而美军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他们的新玩具了。在 M249 服役初期，有一个叫做产品改进包的东西，将原版的管状枪托换成了塑料枪托。这个塑料枪托的形状与1974年的木质枪托非常相似，但内置了液压缓冲器，对射手的肩膀更加友好。护手上增加了隔热罩，原来的光滑握把被换成了凹槽手枪式握把。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爆发时，美军 M249 的标准版本就是 PIP。在大多数战斗单位中，机匣上增加了皮卡丁尼导轨，通常安装 M145 机枪瞄准镜，后来又被先进战斗光学瞄准镜取代。有趣的是，战场上最令人失望的就是1970年代令美国陆军大加赞赏的功能——备用供弹。由于设计问题 ，M249 的弹匣供弹虽然能用，但并不算可靠。艾芬公司似乎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时候，美国陆军的 M249 基本上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尽头，几乎所有的 M249 都服役了20多年，并一直在战斗和训练中被大量使用。出现一些小毛病，总能算是瑕不掩瑜吧。2009年，服役接近30年的 M249 终于接近退役，海军陆战队使用弹匣供弹的 M27 来替代它，算是圆了 XM106 的一个梦。而陆军在2017年开始招标新的班用机枪，最终在2022年选择了西格绍尔的 XM250 作为 M249 的继任者，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